欢迎大家来到 CGPB 的答疑栏目，专门解答同学们的各种问题和困惑。我是陆姐，我是强哥。上一期呢，我们讲了一下，在这个就业难的情况下，可以出什么样的奇招。当时我们讲了这些招数的特点，但是没有讲使用的注意事项。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3个招式应该何时使用以及如何使用。第一个方法，当时我们讲到的是打造专业性极强的作品集。这个招式看似最简单，但其实呢，它是最难的。它的简单在于，你只需要专攻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可能有的同学会问，作品集里面就一类东西，那你耳朵窄呀，这不是给自己关上了很多扇门吗？其实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只做一件事情，看似是一步险棋，但就是因为很多人呢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他想求粉，所以作品集里什么东西都有。因此，这就首先导致了你的同类竞争对手数量减少。其次，那种面面俱到的作品集很多时候是样样精通，样样稀松，什么东西呢都有一点，但是呢专业性都不强，所以在你的赛道上他打不过你，这个是专业作品集的优势。但是专业作品集有2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就是你对专业性的判断以及对深入的理解。我原来老本行人物建模，我们当时专业性强有深度是什么呢？男人女人，白人种黄人种黑人种棕人种，小孩少年青年成年老年暮年光这些变量排列组合起来就可以生成千千万万张脸。这里边还不算五官的特征什么眼大眼小呀，鼻高鼻低呀，唇薄唇厚眉长眉短额凸额浅所以这个要是深研究起来，其实内容是非常多的。像一个3A 的项目，有3个人物建模足够了，一个人专门做脑袋，一个人专门做服装，一个人专门做发型，每个人的分工都很明确，重复操作，速度快，效率高。我看了一下现在网上现在整体的这个作品集的水平和内容，有专业深度的越来越少了。第二个难点呢，是它要求你有足够的魄力和胆量。因为你虽然专业度高但是面窄，如果对方需要你这里的东西，那当然非你莫属。但是如果对方不需要，那你这份作品集它的价值为0。所谓的魄力跟胆量，就是你得明白，是金子肯定会发光，现在没有人找你是因为时机不到，你就得有胆量继续走下去，有魄力去等。还有就是需要有非常强的自律像强哥他能用半年到大半年就钻研这么一个点，钻研到1000%的透彻，但是我就不行，就算我再努力再逼自己，我也会在一定的范围里尝试不一样的东西，属于思维比较跳跃的类型像这种专业作品集呢，比较适合于喜欢专一做一件事情，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朋友们。第二个东西我们当时说的是标新立异，这个做法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是现在这种速食文化的网络时代，什么主播呀博主都在想方设法通过标榜自己的特色来圈粉。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它都是利用对方猎奇的心态，所以如果内容千篇一律，那就无奇可言，自然呢就无法吸引到对方的注意。但这种方法有一个很大的坑，这个坑就是发力的方向不对。我们往往听到标新立异，就会想我的设计内容或者是我的设计风格要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其实大可不必，因为首先设计风格这个东西它不像专业性作品集，专业性作品集里边的内容是绝对没问题的，只是甲方什么时候来找你，时间上是个未知。而设计风格标新立异你是无法确定甲方一定会欣赏你的设计的。那这样的话，在内容和时间上都是未知，那就弄巧成拙了。而且如果每一个人都强调自己设计的与众不同，你有没有想到甲方拿一批简历看着就好像万花筒一样，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看花了眼，那你可能就不突出了呀。所以即使标新立异，也应该把专业作品集的一些优点借鉴过来。你应该深挖甲方真正的需求，然后标新立异的方式来推销自己。比如说，一个游戏开发本身就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在作品集中更应该体现出你作为团队的一员，如何在群体当中发挥自己的功效。比如说，怎么跟上游沟通，怎么给下游指导，办事之前你会做出什么样的计划，
出了问题，你可以怎么样的应对，这样你就会把别人的注意力放在你这个人的职场特性上。毕竟我作为甲方，我是以人为本的招贤纳士，如果我看的只是画，那现在不是有 AI 了吗？ AI 工具只会在近未来变得越来越成熟，如果你的作品集的重点还是放在你看我画的怎么样，那过2年你的竞争能力会大幅下降，因为 AI 可以很大一部分的去取代画画的工作内容。第3个方法，当时我们说的是，如果这个赛道不适合你，那你就应该换一个赛道。我当时说的是 Sakimi Chan 的例子啊，其实这样的例子呢很多，非常多。这些年比较常见的例子啊，我都不说那个什么你可以当主播呀，带个货呀，我就说我们游戏或者影视行业换赛道去开班。这里边我要强调一下，或者说奉劝一下，你换赛道之前一定要把这个赛道看清楚，你要明白这个赛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曾经有一个网络班的老师找我私下聊，他开班呢比我晚了几年，我是2017年就开始做 CGPB 了啊，他就说，哎呀，你看现在这个东西不好做呀，开班的人越来越多了呀，竞争越来越大了呀，就说你看你们就挺好，你们开得早，现在就做起来了。我呢出于礼貌我就没说话，我就听着，我没说话不等于我就没话说，从表面上来看我是分到了一个时代的红利，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我做这件事情之前有多少准备工作。我原来在国内文科就很强，打小就代表学校去参加北京市的朗诵或者演讲比赛。等我出来以后学的是电脑工程，这理科的东西，我又培养了逻辑。从05年开始写教程，08年开始还是拿英语教当地实体班。我带过的学生现在最年轻的都是资深级别，很多已经做到总监了。今年44，可以说我把我这半辈子积累的所有的东西，口才、逻辑、专业知识、教学经验，水到渠成变成了一个 CGPB。而且 CGPB 从开始到现在7、8年了，每个学期结束之后，我都在总结这个学期哪些东西教得好，哪些东西教得不好，好的东西保留，不好的东西修改，没有用的删掉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几乎可以说是业内独一份。所以换了赛道并不代表你就可以一马平川，新赛道和旧赛道一样有它的挑战，不要以为那个赛道挤满了，我到这个赛道上我就能有多容易。那有可能朋友要问，那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要换赛道呢？你换赛道是因为这个赛道更适合你，而不是因为那条赛道你挤不下去。有一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想成功其实方法很多，只不过很多不等于说很简单。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些方法都避免不了一定的工作量，不是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弯道超车，而且就算可以弯道超车，也是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的。希望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呢，能让大家在求职的道路上走得更容易一些。大家如果有什么心得、想法或者问题，请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我们会选择有代表性的问题逐一解答。如果觉得这类的视频对你有帮助，请不要忘了点赞关注。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